中国火星探测器天问1号终于到了，接下来将会进行火星探测旅程最难的3个步骤：绕、落、寻。尤其是落这个阶段，将经历地狱7分钟。如果这个阶段进展顺利，天问1号就可以成功进入火星。一旦3个阶段全部完成，那么将成功打破美国和印度等多项纪录，也大概率能让嘲讽我们10年的印度网民就此闭嘴。你是不是好奇地狱7分钟是什么？打破美国纪录就算了，印度纪录又是什么梗？这些你都没听错，天问1号背后的故事极其精彩。大家好，我是熊猫，这一期视频就一次性给大家讲解中国火星探测难度以及和印度网民的分心提示啊，本期视频稍长，我会尽量用有趣的语言给大家讲解，科普不易，喜欢的话一定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拜谢拜谢。天问1号发射时间是2020年7月份，由于路途实在太远，所以飞了6个月才到。接下来的绕、落、寻才是真正的主角。那么具体有什么难度呢？和印度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个个来说。首先我们看一下绕这个环节，绕就是围绕火星飞行，但是想要绕火星飞行可不简单啊。当天问1号发射成功后，会在地球附近加速，然后进入霍曼转移轨道，此后一直利用惯性向火星飞去，此时的速度高达5000米每秒，将近音速的15倍。也就是说啊，向火星飞去的速度特别快，而天问1号绕行的火星轨道都是事先规划好的，所以探测器必须以合适的速度和角度切入，才能被火星引力给吸住，所以这个难点被称为火星捕获。探测器切入点离火星太近，可能会坠毁；离得太远，探测器无法被引力捕获的话，会掠过火星。最关键的是啊，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不成功，那么此次的任务也就宣告失败。如何精确控制探测器，调整角度和速度就成了关键。但是由于此时火星距离地球有1.93亿公里，实在太过遥远，所以第一个难点就是探测器如何自己调整，投入火星的怀抱。如果顺利啊，将会进入落，也就是着陆阶段。此时探测器将遇到本次任务最大难点，恐怖7分钟。为什么这么说呢？上面我们说了，天问1号绕火星飞行的速度会达到5000米每秒的超高速，换算成时速差不多是20000米每小时左右。但是轨道器距离火星表面的路程只有几百公里，留给天问1号的时间差不多只有7分钟。要在这么短的路程内将速度降到0，其难度堪称地狱级别。为了顺利通关啊，科学家特地将这个任务巧妙地分为4段，每段都设计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由于天问1号探测器的结构是环绕器、着陆器和火星车3件套，所以当探测器达到合适的位置时，着陆器和火星车的组合体将会与环绕器进行分离，环绕器会转移到观察轨道，对火星继续进行探测。着巡组合体则以全新的气动外形开始第一关游戏，气动减速段，就是利用大气阻力进行减速。这个过程会持续5分钟左右，速度会从5000米每秒降到460米每秒，然后探测器会打开降落伞，进入第2关卡伞降减速段。探测器速度会在90秒内从460米每秒降到95米每秒左右。此时探测器的反推发动机开始工作，接着游戏进入第3关卡动力减速段，持续时间80秒。在反推力的作用下，探测器的速度会降到3.6米每秒以下。当探测器距离火星表面约100米时，就进入了游戏的最后关卡着陆缓冲段。此时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当时的火星表面地形可能不适合着陆，所以探测器不会马上进行着陆，而是自主悬停规避，找出最佳的着陆点，然后水平漂移到该点上方，再进行软着陆。当这一切都完成后，恐怖的减速游戏才算顺利通关。这里每一个关卡都是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影响下一个环节，从而导致着陆失败。尤其是利用大气层减速，降速幅度太快，何时打开降落伞就成了最大的难点，稍有差池就有坠毁的风险，所以才被称为地狱级别的恐怖7分钟。话说啊，这样的着陆方式远比粗暴的气囊备降要精妙得多，连美国都不敢轻易挑战。本猫只能说啊，佩服佩服啊！过了最危险的难关后，开始进入第3个阶段寻。火星车从着陆器释放，然后进行观察和探测。至此啊，天问1号才完成任务。中国是全球首次发射火星探测器就挑战绕、落、寻3个阶段的国家，此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冲击这个任务，包括美国。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还会顺手破掉印度史诗级别的荣耀。话说啊，兔子是故意这么干的吧？还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追溯到2013年印度航天最荣光的时刻。这一年，印度首个火星轨道探测器曼加里安号发射成功，并在次年成功进入火星轨道，成为全球第4个成功进入火星探测的国家，还顺带拿了亚洲第1个成功探测火星的国家，世界第1个首次火星探测就获得成功的国家，世界上成本最低的火星探测器等记录，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14年年度最佳发明，并称它是超智能航天器，连国内军报都称赞。不要小看印度，得到如此多的记录和夸奖，那还了得啊！果然啊，印度上至总理，下至媒体百姓都陷入了狂欢中。这次火星探测成了印度史诗级别的光荣。
不过除了印度大部分人外，还有一小部分人对此异常痛恨。这部分大多是印度下层民众，他们普遍指责这是精英阶层的虚伪的大国梦，纯粹为了面子而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前主席奈尔对此总结是计划是个半成品，目标定得不妥当。总结就是这次火星探测是国家浪费。为什么他敢这么批评让全国引以为豪的探测项目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恨铁不成钢。这就要详细说说十分魔幻的曼加里亚号探测器。2012年，当印度提出火星计划时，整个预算只有45亿卢比。用莫大仙的话说这点经费还不如好莱坞大片《地心引力》的拍摄费用高，而对比美国的6亿美元，那就更低了。研发费用低本来是好事，但太低了就不一定是好事了。正常航天项目本身就有高持续性和高投入等特点，尤其像火星探测这样的大型项目，通常都是几十年的规划，就像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环环相扣，每个阶段都是为了下一步做实验。如果只是单纯的为其中一步去做，那将造成大量的浪费，而且没有意义。印度的曼加里安号就是这样，由于经费少，为了能够顺利到达火星，印度曼加里安号选择了一条椭圆形轨道作为绕行轨道，轨道距离火星最远点高达8万公里。这条轨道连仔细观察火星都难以做到，更不要说为了登陆火星做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曼加里安号在路线选择上就没有办法为后续登陆火星提供太多的帮助，所以奈才会说目标不妥当，仿佛只是为了探测火星而发射探测器。但是你要说为了探查火星，那也不太对，因为它带的仪器也实在太少了，仅有5种简单的科学仪器。作为对比中美环绕器则带了7种以上的仪器。如果算上火星车携带的，天问1号探测器携带的科学仪器有多达13种，而且在观察轨道上的环绕器和在火星表面的火星车将会相互配合，对火星进行全方面的探测。你看，既没有为下阶段做充分的准备，也没有起到最佳的观察效果，所以奈尔才会说这是一个半成品的计划，纯粹是浪费国家财政。用国内网友的话说纯粹是为了上火星而上火星。有些外媒甚至说印度地上的问题远比天上的多，但是印度媒体可不这么想，甚至还宣传印度的航天技术已经超过中日。好吧，他们就是这么自信。除了这些曼加里安号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裸奔。大家可别误会不是那个意思，主要是因为它的经费实在太少了，它只模拟了一次就直接用火箭发射了，也就是俗称轻装上阵。反观中国，为了确保成功，在过去4年的时间里进行了无数次试验和模拟，仅仅一个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就进行了整整2年，甚至还特地在河北模拟弄了个造星现场，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其实这么做也能理解毕竟每26个月才有一次火星探测的发射窗口，如果错过了就要多等2年。作为什么事情都希望拿中国对比的印度来说，多等待一段时间，兔子就有可能放出自己架不住的大招，所以匆忙发射也是能够理解的。用新德里电视台的话说印度公众对能赶在中国人面前发射火星探测器尤为激动。但魔幻的是即使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它就是成功了，甚至在因为火箭推力不足跑了整整11个月，中途还差点失去联系，最终都化险为夷。在成功的那一刻他们是这样说的：曼加里安号的成功是在中国的伤口上撒盐，此后还雄心勃勃地设立了第2个火星计划。这句引战的话当时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但问题是印度宣传自主研制的火星探测器却连自己的深空通信和测控网络都没有，最后不得不借助美国国家航天局对探测器进行远程操控。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自己的脖子还架在别人的刀上。反观中国，则在黑龙江佳木斯、新疆喀什和阿根廷建设了3个深空站。由于距离过于遥远，天问1号的环绕器将会作为中继站，为深空站与火星车之间的测控与数传提供支持。总之，印度曼加里安号的成功一直伴随着争议。此后，印度的火星2号计划一直推迟，直到现在都还没开始。现在天问的每一段成功，无疑是在揭开曼加里安号的伤口。但是对于印度火星探测器的成功，我们曾经给予了2次肯定，一次是军报对它进行肯定的报道，另一次是环球呼吁不要嘲笑它。为什么我们要以德报怨？当我们站在足够高的高度再往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对于印度也一样，在曼加里安号有限的经费下，每一次的太空计划都是极其不容易的，是印度工程师每天工作18到20个小时才完成的杰作。这背后的不容易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用莫老先的话说我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论他探测火星的目的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他就是几个亚洲乃至世界第一纪录的保持者。这个记录将会永远的流传下去，激励着印度乃至其他科技弱国的航天梦想。我们也曾为了一枚奥运会金牌而进行欢呼，也曾为了每一项技术突破而欣欣不已，也曾为了每一次火箭升空而举国欢庆。2020年，当中国天问1号成功发射时，印度有些网友会在网上发酸，中国在学习印度。我初看时觉得有些气愤，后来就释然了。但凡多比较一次，都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为此啊，我还把这个信息发到了微头条，结果没想到网友们的看法与我出奇的一致。我们在为自己高兴的同时，也应该尊重曾经的自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天问系列不仅仅是中国火星任务的代号，而是整个行星探测任务共有的名称。我们的方向应该是走在更前面的美国，甚至是将来带领人类走向更遥远的星域。最后也祝天问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好了，我是熊猫，这期视频我们准备了7天，也希望大家能给个支持，感谢，我们下期见。